加拿大宣布限制国际学生招生和毕业工签发放。这里是加拿大移民留学避坑指南，我是 Kelly。查看右上角，搜索微信号免费咨询。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 ERC 宣布将对发放学习签证的国际学生人数设置临时上限。ERC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24年，上限预计将导致大约36万个批准的学习许可，比2023年减少35%。此外，ERC 正在为每个省和地区引入上限。该部门表示，上限将按人口加权，这将导致国际学生人数增长最不可持续的省份大幅减少。了解您在加拿大学习的选择。这些上限不会影响当前的学习许可持有者或学习许可续签，也不包括那些正在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人。ERC 表示，从今天2024年1月22日开始，提交给 ERC 的每份学习许可申请还需要来自省或地区 PT 的证明信。PT 预计将在2024年3月31日之前建立发出这些信件的流程。毕业后工作许可证资格标准的变更。ERC 还宣布更改毕业后工作许可证 PGP 的资格标准，从2024年9月开始作为课程许可安排一部分的学习项目的国际学生将不再有资格获得 PGP。ERC 解释说，根据课程许可协议，学生实际上就读于已获得许可教授相关公立大学课程的私立大学。尽管这些项目近年来吸引了国际学生，但他们的监管比公立大学少，因此存在 PGP 资格的漏洞。ERC 还宣布，从硕士课程或其他短期研究生水平课程毕业的国际学生将能够申请3年期工作许可证。根据目前的标准，毕业工签的长度取决于个人学习计划的长度。这一标准极大地限制了硕士生，因为它缩短了他们有资格获得加拿大工作经验并最终过渡到永久居留权的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该部门还将发布有关国际学生配偶开放工作许可证的更多详细信息。ERC 表示，开放式工作许可证仅适用于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国际学生的配偶，其他学习级别，包括本科和大学课程的国际学生的配偶将不再符合资格。系统完整性面临的挑战。随着移民部长马克·米勒 （Mark Miller） 于2023年夏季开始公开讨论这一可能性，并在12月的新闻稿中再次讨论，这项措施受到了广泛的期待。在2024年9月学期之前，我们准备采取必要措施，包括限制签证，以确保指定的学习机构提供足够的学生支持。作为学术体验的一部分，他在上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更进一步表示，他将在今年第一季度宣布针对临时居民，特别是国际学生的措施。ERC 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针对加拿大国际学生的数量采取行动。部长表示，学生数量对系统的完整性构成了挑战。他在接受 CTV 采访时表示，一些机构让来自国外的人支付了高额费用，但不一定能获得他们所承诺的教育。ERC 最新发布的消息称，一些机构大幅增加了招生人数以增加收入，但越来越多的学生抵达加拿大却没有获得成功所需的适当支持。报告进一步指出，抵达加拿大的国际学生人数迅速增加也给住房、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带来压力。部长还对各省内宽松的指定学习机构 LE 结构表示担忧，并表示省政府需要与其 LE 进行积极讨论。LE 是加拿大唯一允许招收国际学生的高等教育机构。加拿大有1000多个 LE， 其中529个位于安大略省。12月 ，ERC 对国际学生计划进行了其他调整，包括将国际学生的生活费用要求翻倍，从1万美元增至20635美元。该部门表示，这将帮助国际学生更好地为加拿大的实际生活费用做好准备。此外，ERC 预计将在2024年学季及时与 LE 实施可信框架协议，符合条件的 LE 将受益于学习许可的快速处理。